的对，不但有加班了，锅碗瓢盆啥都有。你是打算边走边住吗？边走边住都可以。就是扎帐篷啊？你们这是轻装上阵。我们有家要回。朋友们好，我是肖峰。这期的节目继续讲旅行故事。我离开尖扎县之后呢，继续往西宁市出发。西宁市有我心心念念的藏文化博物馆。青海藏文化博物馆据说是在国内藏学领域，或者说在介绍藏文化这一块来说非常知名的一个博物馆，里面有非常多的珍贵的文物史料，还有一个据说是世界上最长的唐卡，上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听朋友介绍过了，一直想去看一看，没得机会，所以这次千里迢迢跑了2000多公里，我就是要来看这个青海藏文化博物馆。骑着我的追风马进入到西宁市区，心里还是非常的兴奋的。以前骑摩托进入大城市总是有一点点懊恼，为什么呢？因为大城市对摩托车限制还是非常多的，但是西宁市没有限制摩托车，这一点让我很开心。西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就是说这个城市呢，大街上几乎看不见电动车，偶尔如果你能看见有骑2轮电动车的，那基本上呢就是送外卖的，或者说骑共享电动车的，这也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国内的很多城市电动车都是满地跑，而西宁没有。另外西宁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西宁这个城市呢几乎没有空调，很多的酒店都不装空调。那为什么呢？虽然室外非常炎热，但是室内呢却非常的凉爽，这也是西宁的夏天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到了西宁之后，我安顿下来住的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直奔青海藏文化博物馆。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这西宁市啊，这一片区域有个博物馆群，博物馆全扎堆在这里，什么牦牛博物馆、自然博物馆、藏文化博物馆、藏药博物馆。这个青海藏文化博物馆果然是对于藏文化介绍的比较详细，就民族服饰而言吧，这里就比我在其他的所有博物馆看到的民族服饰介绍的都更全更详细。我用 AI 生成藏族同胞的形象的时候，也都是参考了这个里面的服饰。藏族同胞的服饰在我这样一个汉人的眼里，看起来还是有一种非常奇异的美感的。流连在其中，你就不得不感慨中华民族的多样性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这地毯还是很多以龙纹作为装饰的。汉族和藏族要不然怎么说是汉藏同源呢？你看都是以龙为作为图腾。Single strikes fading into distant home. Each tone allowed to bloom. Steady mantra, chanting, close and present. 不过我最为感兴趣的还是展馆里面关于藏传佛教的内容。你看这里就有藏传佛教各大派僧人的服饰形象，因为在前面很多的寺庙都不让拍摄和摄像，可算是把我憋坏了，所以到了博物馆这块就可以尽情的拍，尽情的摄像了。有很多的朋友对藏传的铁棒喇嘛非常感兴趣，你看这个就是铁棒喇嘛，右边这个铁棒喇嘛的形象图就是我用左边的这个博物馆拍摄的铁棒喇嘛的照片生成的，还挺像是那么回事吧。最让我感到震撼的还是顶楼的世界上最长的这个唐卡，这个唐卡又叫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真的是一个大观呢，从上古的神话到藏族的历史，到天文历法，到藏传佛教，到藏民的生活，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我千里迢迢的跑到西宁来，其实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看这个唐卡。为什么呢？因为我研究藏文化需要非常多的一些素材，而很多的素材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或者说拍不到，只有这个唐卡上才能拍到我所需要的图像。在这个藏文化博物馆里面有很多来旅游的人，他们拍照打卡一会儿就走了。但你能想象我在这个唐卡前面待了多长时间吗？我从早上9点钟进去，一直到晚上闭馆我才出来的，待了整整一整天。我想把上面的每一幅精美的画像全部都拍下来，结果后来拍到手都酸了，可见这个唐卡有多么的长。只是非常遗憾的是，当时只顾拍了，没有检查。事后到电脑里打开之后才发现，有很多的照片都拍糊了，比如说像这样的照片。唉。不过也不可能每件事件件都如你心意，获得圆满。人生在世，总有不如意，这也可能是在冥冥当中要种下一个缘分，以后还是要再来西宁一趟。不管遭遇多少困难，我对于藏文化的探索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息。藏地始终会像一块磁石一样，牢牢地吸引着我，等待着我去发现，等待着我去挖掘，等待着我去向世人展示。火热的天气啊，来到这个青海省博物馆，想进去参观，结果预约没到，今天已经全部没有了。没想到这炎炎夏日，青海省博物馆居然这么多人去参观。今天还是星期三，我还以为是周末呢。星期三都这么多人，可以想见很多人可能都是旅游的人。没去成青海省博物馆，我就去了旁边的青海美术馆。青海美术馆的美术作品让我有一种很久违的那种人民文学美术的那种感觉。大概我可能很久没有看过纸质刊物了，看到这些美术作品的时候，我竟然有一种怀旧的感觉，一种久违的感动慢慢从心底升起。到了第二天，我终于预约成功了青海省博物馆的参观。有些朋友可能会很纳闷，为什么我这么执着的去参观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其实我去到博物馆主要是看藏传佛教的内容，因为之前在我的视频的评论区经常有人发这样的评论说，难道博物馆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吗？所以我就想去看一看博物馆的那些东西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记载了什么，让你得出那些荒唐的结论。你看，这就是我在博物馆拍摄到的藏传佛教的人骨法器达玛炉、人腿骨号角和颅骨碗。藏传佛教当中一直都有人骨法器，而且人骨法器主要就是3种，一种是人骨念珠，一种是人腿骨号角，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颅骨碗，也叫嘎巴拉碗。它们的材料大部分取材是高僧的自愿的捐赠，或者是藏族同胞的生前的自愿的捐赠。因为藏地有天葬的习俗，所以要取得人骨的话是比较便捷的。而在藏传佛教密宗当中，无上瑜伽部的一些仪式当中会用到这些人骨法器，所以在以前的寺庙当中，很多修密宗的寺庙当中都保有人骨法器。这个并不是一个什么秘密，在藏区所有的藏人也都知道这个事情，也从来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藏地的民众几乎99%以上的人都信仰藏传佛教。对他们而言，死后把自己的躯体捐献给大自然，献给秃鹫，这已经是一种布施的善行。但如果能够把自己的躯体献给寺庙，制作成法器，那也是一种无上的荣耀，能消解自己的业力的。这是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我们不能以我们汉人固有的思维，一听说是人骨法器，就认为是邪恶的，然后再穿着附会一些邪恶的想象，再和网络上地摊文学的一些东西联想起来，这些其实都是对我们藏族同胞信仰的不尊重的。昨天晚上呢，一觉醒来，然后呢，这个腰啊就直不起来，弯腰拿东西也拿不动，疼倒也不是特别疼，反正就是这个腰没法弯了，所以我怀疑我这是有了毛病。目前猜测可能是腰肌劳损，另外腰间盘突出也有一点小可能，以后得千万注意身体了。我在西宁寺看了3天的博物馆，离开西宁市的时候，天空开始下起小雨。我本来想一路西行去青海湖，然后再去玉树，但是因为我的腰的关系，我怀疑我的身体状况出问题了，不能冒险，所以我还是决定掉头往南回家。青海的这片土地上，不仅藏族同胞很多，回族同胞也很多。一路上我已经看见好几座清真寺了。此次青海之行，我自己的感觉是收获满满，至少来说，我在博物馆找到了我要寻找的答案。要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作为一个非藏族人，本身就有着很深的文化隔阂。但是藏地对于我来说有着无穷的魔力，吸引着我不断的探索。我也希望全世界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藏族的历史，能够了解藏民族的文化。这个世界上的人只有相互多了解一点，才会少一些误解，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美好。